听闻县主要来，这些点心是臣妇亲自做的，用的皆是最上等的食材，县主尝尝。今日前来，我也备了一份礼。这是湖州顾主山进贡的紫笋茶，享地院仙江之美誉。县主与郎君成婚在即，免不了有贵客登门，以此茶招待，才配得上刘家的尊贵。谢县主。饮紫笋茶呢，讲究时机，在摘下的头2个月品尝，方可持茶留香，晚了可就不好了。县主所言甚是，此等好茶怎能久放？我与主家已经找人算过了，下月初6，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吉之日，正宜成婚。母亲，近日户部告假的人多，我事务繁忙，再过一阵子吧。公公哪有咱们的婚事重要？婚事重要，更需悉心准备，不可操之过急。我于户部多日，终得了些实事可做，过了这阵，再办如何？婚期之事，我们稍后再议。园中花开如许，子叔，不妨带着县主出去看看啊。好了，别气了，都听你的。等你忙完了这阵，我们再成婚。谢谢。除了这件事，你还有一件事得谢我。你可知道户部的官员为何高价？他们轻慢于你，我便派人教训了他们一番。经过此事，他们必定会反省，以后定不会给你脸色看。你为何连问都不问我一句，便擅作主张啊？是你自己跟我说你无事可做，我只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如今他们不在了，不正好碎了你的意？我这么做只是为你好，你为何不领情，还对我发火？就是，县主，这狗乃大王所赐，主家感念大王厚恩，对他极度宠爱，这才让他肆意在宅子里面跑动，惊着了您，还望县主恕罪。原来是父王所赠，拿过来让我瞧瞧。来，果真是狗仗人势啊！宁王送的狗，冲撞了县主也无妨，只要换作是别人送的，岂不是直接拿出去给打死了？你今日究竟怎么回事？非要和我闹别扭？我只是觉得我同这狗很像，有什么价值，全看主人是谁。子叔说这个话，既是妄自菲薄，亦是看清了父王对你的栽培。我知道，你因为我催促婚期，心中不悦，但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不祈求你怜惜动容，但你至少不应该说刚刚那样刺心的话。
莫非你心中还有那何氏？不可能，区区一个俗妇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更何况她已经死了。你当我真的不知她如何死的？她不是坠崖而死吗？你要与我成婚，她就不得不死。虽然你不是亲自动手，但她却因你的欲望而死。是她自己失足坠崖，与我何干？子舒，你为了一个外人，现在与我置气。我们俩的婚约是你亲口答应的，现在你又过来怪我。我不是怪你，我是怪我自己。我怪我自己无能，我什么都把握不住。我的喜怒哀乐，皆被你所牵动。你是这个世上唯一能够把握住我的人，为何次次要将我推开？有人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不是看不到你对我的好，而是你的所作所为，让我觉得难以呼吸。你对我的好，让所有人都怕我，疏远我，让我日后再无同僚好友吗？你不需要其他人，你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子舒，你还不明白，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、爱我，再高的官职，父王都会给你的。所以我的仕途完全建立在一个女人的闺房软榻之上，是吗？你为何说话如此难听？你做我的夫君，可以免去党争争斗的凶险，有何不好？讨我欢心，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。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逼入舍弃？所以我的理想抱负于你而言，就这般低贱，这般无足轻重。恩典，我难道还要跪谢你的恩典吗？牡丹在刘家时，从未如此看待我，完全不知珍惜。你果真心中放不下何为芳？你是觉得他比我好？区区一个贱妇，他何其无辜！你不该如此轻贱他。无辜。当日在洛阳水玉亭，是他主动来找我演那一出戏，好让你我顺势定下婚约。何为芳巴不得早日与你合离，不惜如此算计你，你还觉得他无辜吗？不可能，何为芳他不是这种人。你们同为女子，他又怎会牺牲你的名节，来算计这一切的？是啊，同为女子，我甘愿舍弃自己的名节，只为了与你在一起。可你听到这些，想到的是何为芳，她不是这样的人。那我呢？我若不那样做，父王怎会同意你我之事？子舒，为了你，我甘愿与那低贱之人联手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算计在内。你还不明白我的苦心与情谊吗？你当真是疯了！你骗我、瞒我，看我如跳梁小丑一般颜面丧尽。你让我背负着通奸的骂名，让我背负着对你的愧疚，让刘家因为丑闻不敢也不能推掉这门亲事。如今你还要我装作一无所知，继续与你成婚吗？你这是何意？刘子舒，我已为你委屈至此，你要把我推开？我堂堂县主，愿意放下身段哄着你、捧着你，
你当真以为我没有脾气？是我高攀吗？县主，世上怨偶万千，不必再多你我这一对了。做生意啊！一场花魁的选拔，竟然张罗得如此热闹，没白来。真没白来。今日欢迎楼只对贵客开放，还要多谢蒋军能够带我进楼。谢就不必了，我愿带你来，是因为你自称想学这经商的招数。只要你学以致用，替我挣更多的钱帛，便算对得起我。放心吧，蒋军，这经营招揽之术啊，我已经记在心里了，日后必定会用在咱们店铺上的。今日这欢迎楼，以大面之曲作为开场，更向宾客们分发了这么多有趣的面具，实在是颇有情趣。郎君，这不是我们的酒。换一套备着。是。怎么了？恐怕是伙计上错了，亦或是有心人趁乱放我们桌子上的。那也不必都倒掉吧，多可惜啊！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混娘子有所不知，郎君在外饮酒，被人下毒不止一次了。前几年有一次不慎中招，吐了好几口血呢。这么严重？毕竟恶名在外，只能小心谨慎。之前在洛阳，你遇到刺杀你的匪徒，也如现在这般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仿佛已经习惯了随时身处险境。同样的情况，遭遇10几次、几十次，谁都会习惯的。看来蒋军这个贪官也不好当啊。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盛况难得一见，何不趁机好好玩一玩？好。
此书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、爱我，再高的官职，父王都会给你的。讨我欢心，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。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逼如舍下？谗人高诈，闲事无名，虚节默默兮，谁知吾之廉贞？刘子书，你瞧瞧你这副样子。穷穷竭力，形影相吊，月下独饮，何其可悲啊！何其可悲！郎君，没事吧？我去帮你捡。多谢。治理水患从民生入手，将百姓的屋宅和田地置于首位。居然还有围水筑田、树水攻沙的思路。这样一来，便可以在日后长久地预防水患再发。如此卓而不群的治水策略，想必是花了不少的功夫。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，大王吩咐了，要将他们定期拿去烧了，免得占地方。郎君，你的策论。多谢。高山流水，知己难寻。你还好吧？牡丹，牡丹，刘畅，你才是我心中想要举案齐眉、相敬相爱的妻子啊！你胡说什么呀？牡丹，你与县主联手做戏之事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所以呢？过去是我和刘家愧对于你，你这么做我不怪你。如今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我二人重修旧好，我定会。我方才并不知道面具下的人是你。其次，你我之间从无旧好二字。好，那就是不提，就是不提。于此我们就算是初次相识，你我二人重新了解彼此。我已经跟县主提出了要解除婚约，我愿意为了你放下如今的地位和名望，好不好？刘畅，我劝你病入膏肓前，先找个医师好好的治治脑子。所以你跟他们一样，也看不起我是吧？是，我是宁王跟县主身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，谁会看得起一条狗呢？可狗生能大叫能龇牙，凭什么我都得忍着？你在我面前何曾隐忍过？
现在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？你3番4次的纠缠于我，并非是对我情深意重，你只是想从我这里找到你可悲的存在感，让自我感觉没有那么的糟。你想让你的家族荣光平步青云，可你又放不下你的孤高，你无休止的自怨自艾，软弱的将一切痛苦推给是父母的压迫、旁人的不赏识。可你自己呢？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。你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看不起你，在我看来，最看不起你的人是你自己。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不，根本就不是这样。就算我心之所求，可刘家的荣辱全压在我肩上，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呢？若持孤高之心，便守清平之道；若决定逆来顺受，便要承受屈膝之辱。可你非要两者皆求，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，粉身碎骨。刘畅，先成为个人，再去背你所谓的姓氏吧。先成个人。先成了人。墙角听得有意思吗？穿着大氅，戴着面具，都能被你认出来。你站在这里很难不被认出来吧？何况隔着面具就能看到你眼神中的身兼巨化。忘了是谁带你入楼的？说错了，是隔着面具都能看到你眼神中的博学多才、才高八斗、斗鸡走狗、狗尾续貂、貂……看来这辈子呀，都无法从你这听到一句好话。一碗风凉，别光顾着跟刘家郎君叙旧。你这出来听墙角，就为了送个衣裳？还有，亥时已过，不能出方，恐怕今晚你要暂住欢迎楼了。已经2更了，只有1间房间了。今日选花魁，宾客众多，实在是匀不出多余的客房了。就这1间，还是平日里郎君小憩用的。你家郎君啊，神通广大的，不必拘于宵禁的限制，就算大摇大摆的出方回府，这武侯跟方正也不敢拦着。不如把这个房间就让给我吧。若我今日偏要做个守规矩，你当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只有一个办法了。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，连床铺都这么舒服。其实今晚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，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牡丹想知道什么？芸娘定知无不言。太好了，我今日看你忙得打转，实在不忍打扰你。幸而这客房不足，我才能厚着脸皮挤到你的房间里，向你请教一下生意经。你自己也是店主，花满柱经营的门庭若市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？我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如今花满柱只是一间铺子，尚可勉力操持，但我以后打算开很多间分铺，要面对更多的客人。牡丹有野心，有魄力，定能得偿所愿。芸娘，你快跟我讲一讲，这欢运楼又是卖酒菜，又是开客房，还要安排歌舞表演，这么多活动跟生意混在一起，你是如何兼顾的？想要把生意做大，就不能只靠自己，还要多倚仗身边有才干之人。所谓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你要把他们每个人都放在其最擅长的位置，让你的帮手
都发挥出他们的长处。大王，承蒙县主厚爱，刘畅敏感妩媚，但所得并非所愿。若勉强成婚，只会对县主不公。刘畅恳请大王能够解除我与县主的婚约。同有真拌嘴啦。他自幼受宠，性德自然有些刁蛮，你多让着他些便是。我已深思熟虑，并非意气用事，还请大王能够应允。幼珍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了你的官职数度来求我，你现在突然要悔婚，不仅糟践了他的爱意，又将皇室的颜面置于何地呀？成婚一事，是我出尔反尔，我愿辞去户部员外郎之职，大王如何处置，我绝无怨言。哦，你想清楚了啊？是。好。作为父亲，幼珍的幸福一直是我的心头大事。我曾经顾虑你是为了前程才与他成婚，不过刚才你的一番话，却是君子之言，倒令本王刮目相看呐。来，可塑之才呀！若经一番历练，必成大器。这样，我先调你至别处，至于你能否再生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谢大王，刘畅感激不尽。主家，退婚一事，宁王已经应允，父亲不必再浪费口舌了。我今日定要打死你这个逆子！是儿子不孝，父亲如何罚我，我都甘愿领受。但有一事不得不提醒父亲：今日陈宫进京，以父亲的才干，可以说服他保下您的位子，不受我拖累。快起来，起来吧。小孩子间闹闹别扭而已。刘神说了，定会说服刘畅与县主重归于好的。这刘申无言来面见大王，特求我来为他送上本月敬礼。外面还有酒香。自打这刘申坐上了太傅卿，孝敬大王的钱帛翻了1倍。虽说这刘申胆小怕事，却是条会赚钱的好狗。大王伟业，少不了钱帛来疏通，不妨暂且先留着刘氏这个钱袋子。罢了，既然你肯替他说话，看来此人
还有些笼络人心之能。大王圣明，您放心，这三公九卿间的往来，自然轮不到他。但有时这小鬼难缠，下面那些个小吏，倒是正好让这刘氏去出面维护。您把那刘家郎君发配到那种地方去做官，他肯定受不了。不出几日，他定回来求饶，回头哄县主去。哼！敢欺辱我的女儿，就算他来日回头，这些事也定让他受些教训。哎呀，这设宴的命是真好。每次郎君都亲自到点救署为他挑马。设宴替我卖命，经常日夜奔波，自然得备几匹好马。你跟在我身边，一年也出不了几趟远门，有什么可吃味的？那不对啊，郎君，我也没少为您出力啊。您看，我得时不时打退冒出来的刺客，还得常年陪着您做戏。好，知道你劳苦功高。库里那把香芹抹刀，你拿去耍。真的？谢谢郎君，川渝为郎君肝脑涂地。刘郎君，来吧，尝尝这美味珍馐吧。哥属亮，那是洗马用的水瓢，岂能拿它饮水啊？如何不能啊？哎，你不是说都已经洗净了吗？难道你敢玩忽职守？雪家之罪啊！哥属亮为何要刁难我？为何？刘郎君啊，你现在可已经不是宁王的贵婿了，饮水不必用玉盏，这破烂之物正配你的身份。把他嘴给我撬开！尝尝，好喝的很呐！没喝够，再来一瓢如何？何属令驯人比驯马有一套啊！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新来的人不服管教，让花药师见笑了。您是来挑马的吗？我亲自带您去挑。啊，不必。我与子书啊是老相识，今日就让他陪我吧。子书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，连宁王府的婚事都敢推举。宁王先前亦撮合过你与县主，将军不是也拒绝了？谁让县主只对你痴心一片呢？依我看，他是打定主意要嫁给你了。如此矢志不渝，你分明可以从善如流，又何必自讨苦吃呢？将军这是来做宁王的说客啊，还是为了你隔壁的邻居，才有此一拳？看来你对我们蒋府的小花匠甚是惦念啊。他诈死，能重获良籍，在长安开出花满柱，这背后少不了蒋军的帮助吧？我只是出了点本金，躺着收利钱罢了。他能有今日啊，都是靠他自己。那在洛阳时，蒋军助他合理，又是为何？他被你们刘家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身为人夫毫无作为，还不允许别人行侠仗义了？从前确实是我有负于他，但我不会永远困在这小小的马厩。待我平步青云，我自会向他求取，倾心以待。你想的倒是挺美，但你有问过何为方愿不愿意吗？我心赤诚，自会打动他。倒是蒋军，为何如此关心他的归属啊？
是怕他不能继续为你养花赚钱，还是已生出别的私心？我有什么私心都无妨，但若你的私心被县主知晓了，只怕他又要有性命之忧了吧？言尽于此，还望你好自为之。先前的事，谢过将军了。郎君，您为什么要掺和别人的家务事，给自己找不痛快呢？什么叫家务事？他们早就不是一家了。江小花现在是我的钱袋子，库里金山银山，您就真缺这么一个漏洞的钱袋子？